大家好，欢迎来到真朋友真相第8期啊！今天我们又继续来讲这个，扒一扒这个二大爷邓海燕啊，这个应该是短期内最后一期讲这个人了啊，免得玷污了这么好的风景啊。那上期结尾呢，我想测试一下啊，这位自称非常崇拜张展、许志勇等反抗者的邓某某，会不会真正的来声援当下身陷囹圄的22岁才女张雅迪？结果他当然是没有理会啊，那也难怪啊，这些名字啊只是他包装自己的说辞罢了，谅他也没有这个胆啊。所以呢，此处请允许我吐一口唾沫。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揭开这位所谓网络红人的神秘面纱啊。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位人称二大爷的邓海燕呢，原本是一名中国的前刑警啊，曾经的中共党员。如今呢，摇身一变啊，变成了 YouTube 上的知名时事评论员，自诩为反贼，深受不少华人观众的追捧啊。那他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性啊，在中国国内10多次被请喝茶，2次被抄家啊，2019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随后呢，迅速举家丝滑移民美国啊，开设了自媒体频道，批判共产党的历史。表面上看呢，他确实是一个好像是这个觉醒的体制内人士啊。在海外好像揭露这个中共的黑暗历史，痛斥专制暴政等等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以揭秘的眼光来深入剖析这位二大爷身上的种种反常之处啊。我们来探讨一个大胆的假设啊，那邓海燕是不是在中共派往海外的宣传型的特工啊？很多人说他是这个特工就不会高调啊，那他可能就是来做宣传工作的。我们其实前面讲过这个内容，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具体的、很详细的针对这个课题来分析一下他的任务可能是什么。那听起来是很耸人听闻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Neo你不要再做这种失智的节目了，啊，不要简单的因为这个结论和某些群体一致啊，大家就标签化的去判断。我之前讲过这个观点啊，要看一下我们有哪些论据。首先呢，这个确实看起来啊，二大爷在视频里啊谈古论今，言辞犀利，看上去对中共颇多批判啊，俨然一个勇敢的异议人士的形象。他真是特工，难道不怕暴露吗？啊，但是呢，别忘了啊，最成功的间谍呢，往往是你最意想不到的人。在情报战线里面有一句话叫“最好的谎言里掺杂着真相，最危险的敌人就隐藏在你身边”。啊，邓海燕到底是浪子回头的反共勇士，还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的棋子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他的故事，一边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案例啊，我们来看看一些其他类似的案例，我们抽丝剥茧，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啊。首先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出国经过啊，这里面其实是疑点重重的，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没有任何问题。2019年10月呢，邓海燕因为在网上公开发表敏感文章，遭到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处分啊，开除党籍公职啊。那么他自己也说，当时也被编控了啊，就是禁止出境。按常理呢，一个体制内人员因为发表反党言论被双开，接下来很可能会被移交司法处理，轻则牢狱之灾啊，重则那就更不堪了啊，可能会受到就生活都会受到限制啊。但奇怪的是啊，邓海燕在被处分后反而相当从容啊，他声称自己消停了一阵子啊，还开车去自驾游探亲访友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啊。一点压力都没有哈，然后呢，短短2个月之后，就大摇大摆地登上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更戏剧性的是，他出国后1年啊，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平平安安地离开了中国，与他在美国顺利团聚。要知道啊，中共对付异议人士一向心狠手辣，哪怕你侥幸出逃，家人可能也会遭到牵连，限制出境，甚至被抓住当人质，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呢，邓海燕的家人似乎从容的就办好了手续，按部就班就赴美了。啊，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吗？只是他有很强大的本领吗？那邓海燕在自己的节目和接受的采访当中呢，对此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当初啊，第一次尝试出国就被拦下了，后来摸清了门道，说编控名单只有半年有效期。啊，这个结合身边太多的案例了，这是肯定是假的啊。那他等了几个月，试探性的去了澳门一趟，发现自己能出境，就判断编控可能失效了，于是呢就放心飞往美国。哎呀，真是大言不惭呐。他说，在被调查期间啊，自己表现老实认错，可能取得了国安人员的信任，太搞笑了啊。然后呢，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服软，所以就放松了监控。
是听上去好像有几分道理啊，但是毕竟有时候当局是也乐意弃卒保车，是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麻烦人物走人，眼不见心不烦嘛。那问题在于啊，他真的只是靠装怂就骗过了整个国安系统吗？一个发表反动言论被开除的前警官，就这样轻松的被允许出境，然后家人也后续无人受阻，这种待遇啊，那可真不是一般异议人士能享受的。要知道，著名的画家高升啊，从美国回去就被编控了，而且他本人是已经被抓了啊，就是全世界法律的笑话，一个这个他创作那个作品之后推出的法律来管辖他之前创作的作品，哎呀，中共真的是这个现在反正就脸都不要了啊，就是这种状态。那么高升呢，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马上被编控了，而且事情早就过去了半年呢，对吧？这位邓海燕真的是撒谎，真的是。我就说啊，这种体制内出来的这种打手出身的人呢，他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好啊，说起谎来啊是大言不惭，对吧？脸皮都不跳一下。那这位邓某某真的是可谓手眼通天，经验丰富啊。好，那纵观大量的案例，我们会发现邓海燕的顺利出逃，反而更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放风筝。很多真正触怒当局的持不同政见者，结局往往是护照没收、长期监视。甚至直接扣上更重的罪名，投入大牢，哪里还能说走就走啊？有的人想偷渡出境，不幸被抓，轻则判重刑，重则就是销声匿迹了啊！像我们想声援的这位女同学，她就直接销声匿迹了，外界不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啊。那邓海燕不仅人在国外高谈阔论，国内的亲人啊也安然无恙啊，从来没有听说她的军人父亲被取消退休待遇之类的。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比的案例，就是这个蔡霞啊，那么他就被取消了这个所有退休待遇啊，他展示过那个短信，那这简直就是大开绿灯啊！那是否可能正是有人刻意在放长线钓大鱼，允许他带着光环远走他乡去完成某种任务呢？听到这里，或许大家还半信半疑啊，说这是某些群体的这种风格哈。那我们再来看类似的真实案例啊，这可不是作假的，那证明这种事儿啊。绝对不是从来没发生过或者天方夜谭。今年就有一个大新闻，美国司法部呢起诉了一位在美国很多年的这个中国民运人士啊，唐元俊。那唐元俊是谁呢？他可是89民运的风云人物啊，为此坐过牢。后来呢逃到美国，担任过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和民主中国阵线的领导职务，表面上是反共非常坚决的，是资深的民运领袖啊。然后呢，美国政府部门的调查揭露了，从2018年起啊。唐元俊就暗中接受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指示，在美国境内监视其他的民运人士，为北京充当眼线。5年间，他通过特殊电邮啊，这个加密通讯与国安人员密切联络，多次当面接头啊，把在美的这个异议人士的群体的活动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到国内，送到中国啊。那么，甚至连异议者使用的加密聊天群，他都帮忙渗透进去。那当局最后啊，在他的电脑和账号里查获了大量他奉命收集的照片、视频和资料。一个在民主运动圈子里德高望重的人，而且也是下过场的，对吧？参与过6四运动的，那居然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中共安插的卧底，这让整个海外民运圈子都为之大为震惊啊！唐元俊的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中共的这个情报机关啊是无孔不入的，连反对党的这个副主席都能策反，对吧？当局善于利用人的弱点，无论是金钱诱惑、亲情威逼，还是所谓报效祖国的荣誉感，都可能让一些曾经的反共先锋沦为他们的工具。第二，表面上的激烈反共言论未必代表真实的立场，有时候啊，演得越像，潜伏得越深。唐元俊不就是凭着早年坐牢资历和反共的姿态，才轻易地取得了他人的信任吗？方便打探了更多的情报吗？那么回头看邓海燕。他虽然资历不如唐那么传奇，对吧？也没有为这个民主事业坐过牢，但是呢，他有一个已经这个包装好的体制内受迫害愤而出走的人设呀。那如果这一切只是更高明的演技呢？当年唐元俊是坐了几年牢才换取的信任，邓海燕何尝不可能是吃了几次请喝茶，对吧？完整录像啊，那又挨了处分啊，才换了一个伪装反贼的身份呢？毕竟对策划这个局的人来说，比起民运那只不可控的手，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假民运更加好用呀。还有一个案例值得一提，王淑君是这个纽约华人圈小有名气的老先生啊，曾经是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的活跃志愿者，也算是民运圈里的老人物啊。
结果前2年呢 ，FBI 一举将他逮捕，指控他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啊。那么长期把接触到的民运圈的信息汇报给中国的国安部门，搜查中甚至发现早有卧底的 FBI 探员啊，引诱他交出给国安写的邮件啊，他真的上钩了啊，好像这个人是伪装成中国国安的人员，他就很轻松就上钩了。他提供了密码，那请求对方帮助删除记录以躲避监控。这样双面人生的故事，在海外华人社区其实并不少见。那么，正如一位民运的老前辈感慨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海外反共组织内安插内线，几乎已经是中共的标准操作了。那许多的侨界人士啊，早就见怪不怪。宴会上如果没有国安间谍，反倒觉得不正常啊。好，那么只是呢，过去呢，他们苦于缺乏铁证，抓不出这个内鬼。如今啊，一个接一个的间谍案都曝光了，美国政府也开始大力清剿。可见那些看似匪夷所思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啊。那再说回邓海燕啊，如果他真的是奉命出国执行任务，那么到底是在何时何地被招募策反的呢？有2种可能，一种是出国前就已接受任务，另一种是在出国之后在海外被招安的。那先看第一种，也就是出国前，假设国内有关部门在处分他的时候给他来了个软硬兼施呢，表面处罚，暗地里其实是招揽。小邓啊，你不是很能写吗？去了美国继续骂我们，要不然这样，你出去啊照骂啊，我们不拦你。但是呢，骂归骂啊，有些度呢你要掌握，对吧？有些红线是不能越过的，2杯水是不可以提到的啊。那必要的时候啊，帮我们做点事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谈话完全有可能发生。实际上啊，这个绝对不是瞎说啊，有前例为证。知名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就曾经透露，他从武汉封城事件失踪后，好不容易平安出来，然后就有人找上他了，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海外做自媒体的引导舆论，报酬丰厚。当然，陈秋实是大家觉得人品很好的一个人啊，他断然拒绝了，这钱我不能挣。陈秋实拒绝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拒绝啊。设身处地的想想，邓海燕当时已经仕途无望，身陷险境，如果组织上给他一条出路，配合我们工作，既保你和家人平安出国，又能摇身变成英雄，会不会动心呢？很多人一开始或许真的有理想信念，但到了生死抉择、荣誉进退的关头，很难不为现实妥协，尤其是有家人有孩子，对吧？那更何况邓海燕本身就是公安出身，党员干部，对那一套保密工作并不陌生啊，轻车熟路，对吧？如果由昔日的同僚上级来策反他，成功率恐怕比策反一个坚定的异议人士高多了，毕竟曾经是自己人嘛。那另一种可能呢，是在他抵达美国之后才被中共情报人员策反或者合作。也许他出国的时候啊，还初心尚在，真的想当个自由讲真话的人，但到了海外啊，慢慢就饱受这种威逼利诱了。比如有没有可能在国内还有他放不下的亲人朋友成为了把柄，又或者有没有金主通过隐藏的渠道接触他，提供资金人脉，让他把频道迅速做大，但交换的条件是在内容上按指定的调子来。这种事儿并非没有迹象。我们知道中共在海外有庞大的统战网络，他们善于利用金钱资助来影响华人媒体自媒体，这种证据啊，海外的报道是屡见不鲜啊，大家可以很容易搜索到。那有实力的老板啊，所谓老板完全可以包装捧红一个网红啊，这个对中共的网军来说太轻松了。同时呢，党国也深谙欲擒故纵之计，先给你一点甜头，让你放松警惕，再一步一步让你走上钩。邓海燕的 YouTube 频道是2020年开设的，开设了1年多，其实并不活跃，也没有什么粉丝，直到2023年才开始高频更新，并且迅速的聚拢了100万订阅。这背后难道真的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干出来的吗？考虑到他的年龄以及他非技术的背景，对吧？他也不是做 IT 出身的，也不是做媒体工作出身的，那只能解释他这个真的很勤劳，对吧？很有学习能力。当然，更加容易的假设是有人在资源上推了他一把。当一个前大陆小警察，英语都不太灵光，都不会几句，却能单靠自己的运作，就运作出了点击量、制作水准都不俗的节目。当然，内容一塌糊涂啊，内容令人作呕啊，都是一些炒冷饭。哎呀，这个逻辑也是不堪入目。但是呢，这些话题啊，拿捏分寸极其精巧，精准地吸引了他想要的受众。但这个事儿，难道大家不觉得蹊跷吗？当然，仅凭出国过程和个人背景，我们还无法给邓海燕定性。更关键的是看他的节目内容与行事风格。
如果他真是带任务在身，那一定会在言论上啊，就露出某些高度吻合中共宣传策略的特点。仔细分析二大爷节目啊，我们果然能发现不少耐人寻味的现象啊。首先一点，他批评中共的调门其实相当温和。也许有人反驳啊，说温和吗？他经常自称反贼啊，这个揭老底骂得挺凶啊。没错，他骂过毛时代的荒唐，批过文革的惨烈，这些在国内确实是禁忌，现在是禁忌啊。这个我读书那时候可不是，10几20年前那可绝对不是禁忌，绝对是可以公开说的。那在海外倒也不算出格啊。但是呢，你何时听过他敢直接痛骂现任最高领导人呢？对吧？那3个字，对吧？习近平这3个字，他连提都不敢提啊，估计都吓尿了啊。他几乎从来不点名批评习近平，那甚至对于当下中共高层的诸多恶政都很少评述啊，只反前朝不反今上，这是不是很耳熟啊？早些年啊，有个大名鼎鼎的爆料富豪，对吧？郭某某不是也号称反共嘛？那坚称自己最后他说自己反共不反习嘛？那后来很多人怀疑啊，这个郭某啊根本就是一场苦肉计、无间道。那这种选择性的反对的戏码，其实正是这个中共玩了非常习惯的一套路啊，保留了这个核心的权威啊，用甩锅和历史来这个给大家喂这种毒奶啊。那二大爷频道呢，充斥了对中共历史旧账的清算，却对中共现行的罪行讳莫如深啊，比如新疆的集中营啊、香港的镇压呀、西藏的事情啊、清零政策下的人道灾难啊、当代高层的贪腐和独裁，这些话题呢，他要么点到即止，要么干脆就不敢碰啊。那这些反共啊，听上去解气，实则是对当前政权啊毫发无伤，小骂大帮忙呀。那观众在回顾这些尘封往事的时候，痛骂了几句前领导人，发泄了情绪，却因此呢不会更加了解眼下正在发生的罪恶。这种刻意的避重就轻啊，难道不是一种高级黑吗？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小骂大帮忙呀。所以呢，正是如此啊，骂的都是无关痛痒或者早已成为历史的人和事，既满足了观众的反叛心理，对吧？那又吸引了很多他想吸引的观众，又巧妙的替现实的当下的统治者解围，这就是一种高级的宣传任务呀。再看他的立场倾向啊，有些微妙的一致性，十分令人不安。举2个例子啊，其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那根据一些听众的反馈啊，二大爷在节目中流露出典型的大一统观念，认同两岸最终需要统一的论调。想一想看，一个自称厌恶专制的人，面对台湾这样一个亚洲顶级的民主社会，对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民主基金会很多的排名都有的。那他理应尊重那里的民意选择，怎么会执着于大陆必须统一台湾的立场呢？这个立场可是和北京当局的官方口径完全一致啊。那很多真正的异议人士啊，支持台湾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唯独那些心系党国的人才热衷这个收复台湾的民族叙事啊。二大爷在统一问题上的强硬，暴露出他骨子里啊还是那个忠诚的人民公安呢。其二呢，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啊，他表现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在海外华人中，尤其很多有反共背景的人，对于美国的这个右派的观点呢并不陌生，甚至有人，当然我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啊，就是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倾向支持一些强硬反共的保守派的政客。然而呢，这个邓海燕当然他是逢传必反了啊，然后呢公然把这个特朗普总统称作独裁者啊，自称呢他是完全支持美国的民主党政府的。那更离谱的是呢，就前不久他这个 X 平台上啊，对于这个美国年轻的保守派意见领袖查理·科克遇袭一事啊，这个不仅是发表奚落的评论，而且还飙脏话啊。那试问一个中国意见人士，为什么要对一位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都听不懂几句英文，对吧？为什么要对这一位他并不熟悉的保守派充满仇恨呢？还用上了很多这个中共官方才会使用的语言标签，对吧？纳粹啊、法西斯啊，很简单啊，因为这位网红反共啊，这样的剧情啊，其实正中了中共宣传的胃口。一方面啊，抹黑美国的右翼啊，将反共和极右翼直接划等号；另一方面呢，也离间了华人群体内部的政治共识。当然更巧的是啊，这番谩骂引发了轩然大波之后呢，另一位海外自媒体人啊，这个悉尼奶爸，我们之前也扒过，当然不管他什么目的啊，但是他就举报了邓海燕不当言论啊，一时间呢，华人圈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出了邓海燕可能因此影响在美居留的传闻。那两位华人网红啊，你来我往的这个互斗，把这个观众的注意力啊，完全吸引在了这场闹剧上。
而在嘈杂声中啊，真正值得关心的是，比如这个在当下中美的这个博弈，对吧？大环境，然后中国当下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都被它淡化了。那不得不说啊，从这整出这个宫斗剧的效果来看啊，这还真的是成功的转移了视线啊。那我们再往深了扒啊，细致的迹象其实还有很多。比如二大爷在内容选题上都巧妙拿捏了这个尺度啊，他善于选择那些啊既能引发共鸣，又不真正触动中国当下当局的逆鳞的这个话题。好，那中共党史啊、近代史的纠葛啊、社会的阴暗面，这些他谈起来滔滔不绝啊，仿佛恨不得把共产党100年的老底啊都揭个底朝天。但是呢，他的视频也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啊，骂归骂呢，总是有一种这个点到即止的分寸感，他总会留个尾巴，好。这个把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啊要隐去啊，让人呢这个骂完以后啊，心里反而生出一种啊现在其实好多了这种错觉。看这个外宣任务的高级啊，就在这些地方啊。大家我不仔细分析，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啊。那这是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暗示？这种宣传工作啊，过去那么惨，我们被骗那么久啊，如今我们终于醒了。这听上去呢像是鼓舞人们追求自由，但另一层意思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啊。党曾经有错啊，可是党自己不是也不断的拨乱反正吗？如今的统治你看不是比过去强多了吗？这种暧昧的解读空间啊，正好让不同立场的观众各取所需。反共的人呢听得痛快，亲共的人也能想象啊，共产党早就改邪归正了。你看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对吧？那高明的宣传往往不是强硬的灌输和洗脑，而是春风化雨般的影响，不得不让人生疑啊。那再从传播效果看，邓海燕短时间内在海外媒体上取得的成就确实瞩目啊！那他的频道订阅数暴增啊，单期视频往往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击。这当然呢与他的题材选择有关啊，但是呢也不排除啊幕后有推手啊。要知道中共这些年啊在对外宣传上那可是下了血本啊！你看这个油管上 YouTube 上有多少中共背景的账号？那油管只是标注了一些过于显眼的啊。那么从官方的大外宣频道到社交媒体上的水军账号，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大家留意那些注册时间不久就有大量的粉丝，而且是注册地是在香港的这个账号，这个他们没法掩盖啊，因为他们也对其他国家也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没有管辖权，对吧？就只有香港他们随便开。那如果他们有意捧红一个自带反贼人设的红人，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啊，甚至组织动员啊，对吧？还有这么多踩缝纫机的呢啊，在官方的这个奉旨翻墙，对吧？自带翻墙来提高其流量啊，比如算法推荐啊，买广告呀。甚至发动这个亲共的网友去点赞留言啊，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监狱缝纫机，对吧？那营造出一种巨大影响力的声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吸引。这么火的一档节目啊，不看白不看，影响力有了，要植入什么观点给你洗脑，那就方便太多了。那么，假如邓海燕真的是在执行中共的娱乐引导任务，那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大胆推演一下，他的主要受众是2类。一是中文互联网用户，包括翻墙的国内观众和港台及全球华人；二是这个在美国的啊，以及在其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华人社区。那对于国内观众来说呢，他的节目提供了他们在墙内得不到的一些信息和宣泄的渠道，听一听中共的黑历史，满足一下逆反的心理，对吧？大家现在都有一些不满意嘛，对现实不满意嘛。但同时呢，他的适度批判啊，不会教唆那些真正的人。就是不会教唆老百姓反抗现有的政权啊，只是隔靴搔痒的骂几句过去的事儿啊，这种出口转内销式的内容啊，说难听点，更像是给中共的高压政策提供一个泄压阀，安全的泄压阀，这样这个高压锅是不是就不会爆炸了？那让部分墙内不满的人啊，通过看他的节目过嘴瘾，发泄完啊，老老实实过日子，你看现在不是好多了吗？对吧？反倒稳定了情绪啊，这可是统战的高招啊，借意义的壳行维稳的实际。好，那么对于海外华人观众来说呢，它的影响力其实就更为复杂。华人社群里面政治光谱本来就很多元，有铁杆反共的，也有亲共的，有大批这个政治冷感的中间派啊，对吧？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政治观点。那邓海燕塑造的形象是体制内的醒悟者、觉醒者，对吧？那这对这个中间观望的人啊，其实特别有吸引力。哎，你看，连这个中国这个公安前公安都看不下去了啊，跑出来骂共产党了，我来看看。这样的人设非常圈粉，但是呢，如果他的人设背后站着中共，那意味着很多华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北京希望他们接受的叙事。例如啊，他宣扬的统一大业啊，对吧？可能影响一些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华人，在台湾问题上更倾向中共的立场。
又如他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引导舆论，让一部分华人开始排斥那些对中共强硬的政治人物，转而支持相对对中共绥靖的政策。那这可能微妙地符合中共的利益啊，毕竟北京更愿意看到美国政坛上台的是对中共软一点的人，对吧？毕竟钱还在美国呢，而不是那些华人选民帮着把这个鹰派送上位啊。华人选票虽然不会决定大局，但在关键的选区也许有作用啊。而且华人呢，往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对吧？那么他可能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呢，中共从不放弃任何可以影响西方政局，特别是美国政局的机会。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他暗中收集观众的信息，也是可能的套路。曾经啊，郭文贵就搞过这个爆料革命啊，诱导了大批的反共人士报名捐款，结果这些支持的名单很可能就落入了中共的手中啊。要套取海外反共人士的名单和动态，本身就是情报战的重要的目标。这里讲到我们上期想声援的这位女同学，很多人说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会员哈，这个说这个他是心大呀，这个时候回国干嘛？其实因为他在海外其实也没有参与什么多么所谓反动的这个事情啊，仅仅是编辑了几套文章。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中共的国安都了如指掌呢？对吧？那这一些像邓海燕这样的人啊，可能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邓海燕目前呢还没有搞什么组织募资啊，说不定将来某天突然号召粉丝加个什么反共联盟，对吧？反正他那儿的脑残粉非常多啊，对吧？基本盘非常稳啊，那这更要当心了，这是不是一个钓鱼的陷阱？当然我们以上的分析呢都是基于猜测与间接的证据啊。我其实之前的节目我们也一直是秉持这个观点，要不然就和某些群体一样了啊。我们是推测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说我们是推测啊。这个呢并不能盖棺定论的指摘邓海燕就是特工，只是呢这么多的巧合都拼在一起，实在很难不让人狐疑啊，足以让人产生合理的怀疑，对不对？从他出国离奇的顺利，对吧？我对比了什么半年什么这种事儿根本不存在，对吧？以及这么多这个所谓异议人士，他们的这个儿女，他们的这个妻子都是不能出境的。那再到他这个言论风格的踩线不越线，再到他价值取向与这个共产党观点的吻合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无一不契合了中共对海外宣传战的布局要求，藏得很深呐。如果都只是巧合的话，世界上巧合的事儿未免太多了，对吧？好，那我们也将视野呢拉高一些，来看一看中共的宣传战线历来是怎么玩套路的，我们更能够体会此中的逻辑啊。那中共呢，从革命年代起就深谙舆论斗争啊，对吧？这个笔杆子的重要性啊。毛腊肉当年有一句话，枪杆子、笔杆子，政权的两个重要支柱，说明了武力和宣传同等重要。那延安时期共产党一边跟国民党打仗，一边也没少派出大量的地下工作者打入了国民党内部，还办报纸、做统战，对吧？搞情报。很多共产党特工伪装成了国民党党员、新闻记者、社会贤达，迷惑了对手，为最后的这个悄无声息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潜伏并不是电视剧里才有的桥段，而是中共的传统艺能啊。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毛腊肉也搞过所谓阳谋，对吧？这令人发指的事情就是引蛇出洞、百花齐放运动，让知识分子大胆提意见，表面虚心纳谏，实际上就是套出谁是反革命，然后一网打尽，对吧？这种就是违反人伦纲常、违反这个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儿毛腊肉还有中共是干的是这个脸不红心不跳那这种先让你暴露在镇压的手腕令人不寒而栗。那今天在海外中共玩的是另一套柔性的谍战，他们意识到直接让党媒去影响西方社会的效果有限，海外华人更是对新华社、央视敬而远之，所以呢，策略升级为了润物细无声，用表面独立人士和平台去传播北京想宣传的这个信息。那官方的话语从前台推到了幕后，通过民间代言人来包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看似独立的华语媒体，却接受了中共资本的这个资助各种媒体博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爱国侨领，实为统战成员，对吧？也抓了几个人了 FBI。那么还有的打着批评政府的旗号，其实就是把观众带到他真正想带的那个沟里。那这就是新时代的舆论战线，真假难辨，敌我难分。中共理论家称之为讲好中国故事，而手段之一就是借别人的嘴讲，借别人的身份讲，让你不知不觉中听进去。所谓舆论引导这个词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术语，他们常说做好舆论引导，让正确的声音占领主流。在国内呢，
他们有权利，对吧？那这意味着管控媒体、删帖封号、制造共识。那在国外呢，他们同样希望占领华人的舆论场，不管通过谁的嘴，那只要是有利于党的，就是成功的引导。那我们从邓海燕身上看到的，恰恰是一种高级舆论引导的，就高级的舆论引导这种可能的范例，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获得大众的信任，然后呢，把舆论呢向他们自己希望的方向来带这个方向呢，或许没有立刻为中共歌功颂德，对吧？没有这个那么显眼，对吧？毕竟这些频道都会被 YouTube 标注为中国政府官方机构，对吧？它没有表面上为中共歌功颂德，但是呢，细水长流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那让你对现政权呢好像没这么恨了，对自由世界没那么信了，对历史真相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了。等需要的时候再拨转船头也不迟说到这里也许还是有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冤枉好人了？把一个真心反共的人想得太阴险了？有没有可能二大爷就是一个既有点缺点、有点偏见又在摸索学习的新移民自媒体人呢？他也许有些狭隘之处，对吧？狭隘之处，但不至于他就是特工吧？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类似的评论，我们也尊重。当然，这一切最终要用事实来检验我们是推测的，我们就说清楚我们是推测。但是呢，我们提的这些疑点和分析，是要提醒大家，在繁复纷杂的这个信息战当中，要保持几分清醒和警惕。正所谓眼见未必为实，耳听未必为虚。在判断一个网络人物的时候，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最终指向了什么效果。那邓海燕究竟是不是中共派遣的宣传特工呢？我们无法直接拿到他的委任状来证明，对吧？中共也不会搞这种东西。但是呢，透过现象看本质，许多线索拼凑出的画像和中共历来那些精心布局下的暗棋惊人的相似。或许最终真相水落石出的那天，我们会发现，这个他可能只是一个善于投机的自媒体人，对吧？自编剧本，自我炒作。那也或许呢，我们会发现他一直在与狼共舞，把一名隐蔽的政治特工当成了言论先锋。不管怎样，多一分质疑的精神，总比盲目的信任要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共善于玩两面人，善用黑白颠倒的手法来迷惑对手。今天在这个信息战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每一个观众、网友也都在战场之中谨慎地选择你相信的英雄，因为他很可能是对手派来的卧底当我们带着这种洞察再去看二大爷邓海燕的故事时，把那些引人入胜的叙述揭开，背后是不是别有用心，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邓海燕故事就讲到这里揭秘故事就讲到这里也是告一段落了这个希望我们的分析呢，能给您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在这个真真假假的网络世界里我们这是真朋友真相栏目嘛，就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才不至于被人当棋子去利用。也许邓海燕到底是不是特工，我们无法一锤定音，但正如谚语所云，魔鬼都藏在细节里。当足够多的细节都指向同一个可怕的可能性时，我们就有必要提高警惕。好，感谢您的这个收看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反正我是想讲啥就讲啥这个频道也不为了挣钱聊个几美元的那么 OK， 那我们不定期更新下期再见。